美国应该派出特战队部署到台地区，以训练台军如何组织潜在的大陆入侵。在台海局势越发紧张之际，被美国总统拜登提名负责监督美军特战队的克里斯托夫·麦耶尔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强烈考虑的事情。我们在考虑我们可以运用各种能力开展竞争，其中特战队是关键因素。很早之前，中方就明确对外表示，台海是中国大陆不可能分割的一部分，台海问题更是属于中国内政，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就台海问题进行任何的讨论以及发表自己的看法。拿台海问题做文章，这就是触及中国的红线。若美国等多个国家仍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会采取一切行动进行反击。可随着事态的发展，派多支特战部队赴台训练台军，什么时候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成了如此光明正大的行为了？麦耶尔的言论简直过于搞笑，就连网友都对此讽刺道：也许麦耶尔是不想要他的新工作，又蠢到不肯说不。在我看来，许多美国军事领导人已经完全脑死亡，甚至有网友声称美国无意就台海问题与大陆开战，而是在扩大台海武器市场，将台海当成炮灰，向台当局出售武器装备，从中赚取利益，以缓和美国国内如今的经济危机。麦耶尔此次呼吁特战队赴台，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以如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很可能想借台海向中国发起攻击，不管是想让战火逼近大陆，还是从别的方面打压，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崛起的速度，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美国非常害怕中国有一天会替代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特朗普时期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拜登上任更是加大了力度，显然也是认同特朗普对华战略策略。说白了，美国不想正面对中国起冲突，但不代表不能寻找一个炮灰。这算盘自然就打到了台当局身上，用支持台当局的方式挑拨两岸关系，怂恿台分裂分子与大陆对着干。在此背景下，台当局认不清局势，岛内民众却早已清醒，继续跟大陆作对，只会加速大陆统一的步伐，这是非常危险的。此次岛民众就表示，美军特战队赴台戳破了首战及中战美军不会来的谎言，更有民众直接痛斥美军，美国人这是想将台海变成叙利亚。不难看出，台海局势持续升温，让岛内人彻底慌张了。这么看来，距离美台内讧已经不远了。大陆只需要做一件事儿，看戏之余做好准备，警惕美台狗急跳墙。为了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美国多次发出会议信号，为此还特意取消了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现在好不容易万众瞩目的拜登和普京的会晤敲定了，双方将于6月16号会面，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有消息透露出普京已经做好了随时开战的准备。俄罗斯相关媒体声称，在索契军事会议上，普京公开警告俄罗斯军方做好了随时开战的准备，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卡里布尔巡航导弹以及 S-500等武器装备在内的大量杀手锏装备，目前已经全部到位。这意味着俄罗斯军方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全面提升。美国正期待用美俄会晤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发出强硬的警告。可见，普京并没有与美国有相向而行的意思。在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是正常的。美国此前为了针对俄罗斯，不惜再度挑起乌克兰边境问题，想利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可随着事态的发展，普京的强硬态度让拜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哪怕北约多国联手支持乌克兰，俄罗斯都不带怕的。战斗民族的作风让美国感觉到向该国施压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加上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等多个地区与中国作对，美国清醒地认识到再这样下去很可能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于是一番思考后，美国改变了策略，准备拉拢俄罗斯。一来既可以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二来或许可以在拉拢俄罗斯后联合该国一起针对中国。总之，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普京也不是傻子，岂可是政治老手？美国有什么图谋，普京拿捏得很准。在答应握手的同时，其实俄罗斯也一直在有积极的进行各方面的准备。普京非常清楚，美国在能够威胁时绝对不会谈判，只有让美国觉得威胁不了了，才会进行谈判。在此背景下，如果想让美国主动求和，就必须要有一招制敌的本领，让美国害怕，否则都是免谈。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明确，要谈就谈，要打就打，俄罗斯随时奉陪。
普京用实际行动警告拜登不要轻举妄动，这样一来，拜登阴谋也就很难得逞了。可话又说回来，普京展现出如此强硬，让美国根本不能拿该国怎么样。那么，如果中国也这么做呢？就如国人此前所言，中国是时候学习一下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精神了。倘若中国变成下一个俄罗斯，拜登还能坐得住吗？变相来说，普京此次也算是在给中国上课了，告诉我国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拳头最好使。最近就有俄罗斯专家进行了分析讨论。在亚洲时报在5月30日的消息，俄罗斯火箭与炮兵科学院院士、军事专家康斯坦丁·基夫科夫发表文章认为，现代海战中对于远洋战争的全面侦察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对于火力输出的重要性。发现即摧毁已经是现代海军中不得不警惕的致命问题。而中美如果爆发海上战争，美军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将是巨大的。据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有一个很麻烦的战略劣势，就在于中国没有海外基地。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单纯依靠自身的海防进行辅助作战，而不是像美国一样依托于各种岛屿分层部署防御网络，消耗敌方有效兵力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骚扰对方补给路线。因此，如果可以选择战场，中国显然会倾向于在距离自己海岸线1500公里左右的地点进行作战，这意味着自己可以拥有更多的火力支援。不过，在写到战斗开始和结束阶段时，这个俄罗斯专家的看法却遭到了来自很多人的反对。这位俄罗斯专家指出，中美之间的海战大概会出现3个回合。第一阶段是中国率先一轮起射，鹰击18反舰导弹大约有20%到30%的概率突破美国宙斯盾系统的防御，让美国舰队损失约20%左右的战斗能力。不过在第二阶段时，美国航母编队开始反击，舰载机和导弹共同攻击下，中国航母编队可能无法承受约40%的战斗能力损失。到第三阶段，则是受到重创的中国海军逐步后撤，美军发动最后一次追击。而这样的一个观点显然存在很大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中国已经选择在靠近海岸线的地区进行作战，但在战斗中却没有计算到中国陆基和空中的打击力度及防御能力，单纯回到航母编队单挑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这显然与现实存在极大的区别。而且中国的高射音速导弹早被美军列为最危险的攻击手段，但在俄罗斯专家的分析中却没有出现它对战斗的影响。事实上，俄罗斯专家的这个观点，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在文章发出的当天，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在接受采访时就回应道，美国的优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如果在东亚海域作战，中国的优势反而要超过美军。海上和空中平台来说，中国占据了绝对优势，而质量上陆航战机，中国并不逊色于美国，而中国也并不是像俄罗斯专家说的那样缺少岛屿防线。